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啊，就是成年人的择偶，它压根儿就不是外在价值的匹配，它是一种人格的匹配。就你会发现什么呢？有些人他颜值再高，家境再好，物质积累再丰富，你可能都不会爱，反而会去爱那些各方面压根儿都不如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归根到底就是所有爱的本质，它都是幼年时期未被经营的情感需求，然后在成年之后去投射了。讲3组注定会纠缠一生的人格组合，第一种什么？讨好型人格和自恋型人格，这2种人格是最容易一见钟情的。因为你看讨好型人格大多数早年间没有得到过来自父母的爱和认同，以至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特别低，他常常要通过过度付出来确认自我价值。而自恋型人格的人呢，他们在前期最擅长给人一种极致的恋爱体验，会非常夸张的去追求一个人。我们可以这么讲，这种高浓度的恋爱体验恰恰就是讨好人格所需要的。有一个词儿非常适合用来去形容他们的关系，叫做 crush， 也就是短暂且热烈的迷恋。但事实上什么？这种迷恋它是虚假的。因为自恋型人格到了后期无一例外的会进入理想化破灭的状态，也就是当你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不断的去贬低去打压你，而你会为了维护这段感情去加倍付出，从而形成一个有毒的循环，也就是你加倍付出，试图重回蜜月状态，而对方呢就会转而去寻求另一个完美伴侣，引发你严重的自我怀疑。第二个组合什么呢？乖乖女和渣男。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从小就被父母要求要乖要懂事儿，不管做什么都要去循规蹈矩，但凡她要去调皮捣蛋了，释放天性的时候就被父母给打压了，那这个女孩子在潜意识里就会渴望去突破束缚，长大之后她一定要去爱上一个外表看上去自由不羁的渣男。因为渣男的坏恰恰投射了乖乖女理想自我的一部分，就成为她代偿性体验叛逆的一个出口。但是事实上，这种代偿性体验往往伴随着自我的损耗。为什么？因为渣男惯用的使用这种间歇性强化，比如说忽忽悠那一套，它就会激发乖乖女身上早年间那种需要努力讨好才能获得关注的创伤体验。就是当他们遭遇渣男的情绪暴力、欺骗这种行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离开对方，而是会反思自己不够好，从而更加努力的去讨好对方。你像马思纯，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小家境很优越，一直都是中规中矩的乖乖女，但是潜意识里会被那些所谓的放荡不羁的男性给吸引。最后第3组，精英男和高知女，你看这俩能走到一块，完全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个通病的，就是回避真实的情感链接。就我们一定要明白，精英男最大的特点就是成就上瘾，他们早年间要么经历生存危机，要么就是被工具化长大，以至于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我要赚米，我要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向父母和社会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这样的人习惯用社会地位来补偿自己的情感空间，所以他择偶方面普遍会去找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价值的伴侣，比如你像高知女。而高知女呢，她也容易选择精英男，因为高知女最擅长用理性分析来回避情感帮助。就对于他们来讲，亲密关系它就是一项合作，他们会倾向于找有能力的伴侣，共同规划自己的人生。这种组合看似很完美，但实际上它存在很多危机。比方说，精英男会用工作来逃避冲突，而高知女呢，会以独立女性的人设来压抑需求，导致2个人的亲密关系毫无真实连接。并且精英男的人格漏洞也会导致他们倾向于发展降维关系，就比如和下属的暧昧，而高知女则容易陷入到智性恋的幻想，比如崇拜学术、崇拜权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爱上一个人，或者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大概率跟这个人实际的价值是不大的。跟什么有关？跟2个人的人格是否匹配是有关的。尤其是当你遇到一个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去激发你强烈的情绪，那么大概率这个人身上是有着你未完成的人生课题的。因为所有强烈的迷恋，它都不是爱，而是潜意识创伤的回响。我是雨辰，如果你有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困惑呢，每周1到周5的中午11点来我的直播间。